这个非同寻常的夏天，高温热浪正在全球蔓延，已经有数十个国家、上百个地区报告了极端高温现象。就比如我们的邻居印度，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，印度的气温几乎是直线上升，到5月份时，气温已经突破50度，且还在持续上涨。印度的高温是因为印度本身就处于热带季风气候区，而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山脉加上青藏高原拦住了南下的冷空气，才导致了印度夏天的炎热。虽说印度的高温并不稀奇，可这是50度以上的高温，连马路都热融化，想要熬过去可并不简单。在中国，人们可以靠着空调勉强扛过这个夏天，可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自由自在地享受空调。没错，印度空调的普及率还不到 7%， 大多数人只能靠风扇降温，并且吹电扇时还得祈祷不会停电，因为印度的供电设备非常落后，电网瘫痪导致停电几乎是家常便饭。最后拯救印度人的依旧是他们的母亲河恒河。每到夏天，恒河水中几乎人满为患，甚至很多动物也会选择在恒河里泡上一天来降温。同样遭受高温热浪席卷的国家还有美国。从6月初开始，极端热浪就像病毒一样开始在美国蔓延，从美国南部逐步扩散到了西部、中部和东部。多地气温高达45摄氏度以上，是美国127年以来的最热的一年。专家认为，美国之所以会这么热，是因为北美的上空出现了罕见的热穹顶现象。所谓热穹顶，其实就是热空气上升，冷空气被下压，导致地上的气温升高。所以如果这个热盖一直在这里的话，温度就会一直上升。作为空调覆盖率最高的国家，美国或许不怕炎热，但空调是个耗电量极大的电器，而美国的空调几乎是常年运作，这也导致美国电力严重供应不足，再加上电路老化、电网经常性故障，导致美国可能会随时面临大范围停电的风险。即便是在素有温带大陆之称的欧洲，气温也已经突破了40度，达到了近几十年来的新高。要知道，欧洲大部分地区常年平均温度仅只有20度左右，往年入秋之后就能穿上棉袄了，而如今40度的高温却迟迟不退。面对如此罕见的极端高温，欧洲各国政府发出预警，提醒民众非必要不出门，甚至建议民众睡前将被单放到冰箱里冰冻。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建议，其实是因为欧洲的空调普及率还不到 5%。当然并非他们买不起，而是觉得没这个必要，毕竟安装一个空调的费用是买一台空调的2倍不止，并且欧洲的电费是出了名的贵。因为他们的电力来源主要是通过天然气，而天然气几乎全部都是由俄罗斯供应，所以欧洲的电费没有最高，只有更高。虽然中国的供电系统是全球最稳定的，但如此异常的高温却是人类不得不重视的问题。人类早已是地球的统治者，应该用智慧的眼界与其他所有物种去共同分享，维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。